白日提灯绝对是今年我追过最分裂的一部剧，颜值、特效、妆造、BGM 全方位拉满，中式美学直接焊死在同类型赛道天花板上。结果呢，播到现在，别说大爆出圈，连像样的话题水花都没溅起来多少。说真的，新速递我追这部剧的全程跟坐过山车没两样。前2集直接把期待值拉到顶，双强拉扯的宿命感，铺得满满的宏大世界观，每一帧都能截下来当壁纸的光影构图。我当时直接拍板，这剧必爆。结果越往后看越不对劲，好好的奇幻鬼怪双强剧，硬生生拍成了慢节奏养老日常。好不容易耐着性子追评，才终于等到女主藏了10几集的高光，可那点新鲜感早就被磨得只剩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8个字。咱先摸着良心说，这部剧的硬件配置真的挑不出多少毛病，中式奇幻的氛围感直接拉满，特效质感甩了大半国产同类型剧一大截，主演的每一套妆造都精致到能直接出圈，光影和镜头构图处处都能看出下了死功夫，配乐更是绝古朴又空灵的质感，跟剧情的适配度直接拉满周深的 OST 一响，那股宿命感瞬间就上来了。宇宙变光影，就连主演的演技都全程在线，完全没有拖后腿的地方。按道理说，这一手王炸牌怎么打都该是爆款预定，可为啥偏偏就火不起来？今天新速递就不跟大家扯什么被市场低估的场面话，咱们就实打实聊聊这部全优生配置的剧到底把牌打烂在了哪里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这部打着大女主旗号的女频剧，硬生生把女主做成了男主的陪衬。我当初点开这部剧，谁不是冲着归墟近千年天赋最强领主赫斯木的人设来的？结果呢，前15集几乎全是男主的个人成长线，女主的成长线要等到15集回了归墟才敢慢慢展开。更离谱的是，男女主的成长线完全是割裂开的，女主在前10几集里活脱脱成了男主的人形摄像头，全程引申围观男主怎么耍聪明玩谋略，自己的战力高光几乎为0。第二点也是最致命的一点，这部剧的有效剧情占比实在太低了。咱说句实在话，一部剧能不能留住观众，特效妆造都是加分项，核心永远是剧情。白日提灯的主线设定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五感缺失的领主赫斯木和凡人将军段须交换五感，一边帮男主搞保家卫国的事业线，一边追查逃犯应对归墟危机。这么清晰的主线，编剧愣是用大量的无效剧情给填得水泄不通。前10几集里大半篇幅都是女主换了五感后的新鲜体验，男女主之间不痛不痒的调侃，还有各种家长里短的日常闲笔。第3点也是让很多人磕不下去的关键，男女主的感情线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不对劲。我先替热巴说句公道话，这跟演技真没关系，赫斯木被他演的灵气和气场都到位，觉得他演技有问题的建议去补利剑玫瑰。这条感情线的问题是从根上就歪了。首先，女主对男主的情感转变完全没有一个清晰的落点，到底是哪一刻她开始在意这个凡人，又是哪一刻真正动了心？剧里全程没给答案，从开篇女主就一口一个断小狐狸喊着这个小狐狸。说实话，我全程都没看出来男主除了那点小聪明，到底哪点像狐狸？阿克请坐。女主全程用一种暧昧又模糊的态度对他，弹幕里带着点纵容，前期就毫无顾忌的跟他有肢体接触，甚至主动吻他。咱就说按人设，女主活了上千年，光前任就有20个男女情事，早就门清，怎么会毫无边界感的跟一个刚认识的凡人这么快就拉满亲密值？男主也一样，刚认识没多久就对着女主撒娇耍赖，这段关系从形式上早就亲密无间了，全靠女主一句我有顾虑吊着没在一起。很多人说他俩没 CP 感没性张力，根本原因就在这，好的感情线要有边界有距离有拉扯，才有打破禁忌的心动感。如果牵手拥抱亲吻都成了家常便饭，那这份亲密就彻底没了重量，甜不起来也虐不起来，只剩寡淡。更别说现在网传大结局，女主居然放弃了千年修为和领主身份，选择当一个凡人和男主在一起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我真的要喊一句诈骗了。当初多少人冲着手握绝对力量的最强鬼王人设来的，结果你告诉我他最终的归宿是放弃自己最核心的魅力去做一个凡人，就一句不喜欢当领主就把整个角色的底色全推翻了，换谁能接受？当然这只是网传结局，正片如何咱们还是以剧集本身为准。说到底，白日提灯不是一部烂剧，它有太多能成为爆款的潜质，也处处能看出创作团队的用心，可它偏偏踩中了国产剧最容易犯的错，一手好牌打得毫无章法，为了铺垫丢了节奏，为了男主线丢了女频核心，为了氛围感丢了有效剧情，最终只能落得个高配置低热度的下场，实在是可惜。不知道正在看视频的你有没有追白日提灯？你觉得它没爆起来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？评论区里跟新速递聊聊。